眼前这处精美的天宫楼阁是一处自北宋遗留至今的木作，也是中国唯一的北宋天宫楼阁。它的下边则是一组宋代遗留至今的造像，这是中国唯一的北宋二仙造像。以上两处中国唯一的宝藏全都位于山西省晋城市泽州县小南村二仙庙的北宋建筑之内。以前来这边参观是有点麻烦的，因为正殿经常上锁，需要联系文保员开门。但去年借着黑神话悟空的东风，它终于彻底开放了，参观起来更方便了。因为这边的宝藏极其珍贵，所以它是当之无愧的全国重点文保单位，也是我晋东南之旅的重要一站。而本次的同行人便是我多年的老朋友南希了。大家好，我是徐工。大家好，我是南希。这次一定点关注，下次旅行不迷路啊！我目前在这个地儿是山西晋城的小南村二仙庙啊。二仙庙。一会儿我们来好好的逛一逛这儿。我们是2024年10月自驾过去的，庙门口就能停车。小南村二仙庙的入口就是一个捆门的形状，入口的不远处是一个面阔3间的小戏台，戏台的屋顶为硬山顶，看点不多，但属于是庙里的标配。现在我们越过附近的工作用房，才算是抵达了真正的山门。山门脚下的左右两侧各有一个轻微风化的抱骨石，在这边参观是免费的，但要在这道门做个登记。登记之后，我们越过山门，来到第一进院落。眼前看到一座没有墙的面阔3间的建筑，其屋顶为单檐悬山顶。这座建筑就是小南村二仙庙的过厅，它这个地位等同于民居里的玄关。过厅的建筑特色就是它的石柱础了。如果你仔细看脚下的石柱础，就会发现这边几乎全是复合型石柱础，是一个鼓和一个覆斗的复合造型。过厅的消防架子后边有一块镶在墙上的碑，仔细看是同治年间的碑，另一块碑被彻底挡住了年份，只能看到一个16年。如果抬头就能在脊岭上看到少许的彩绘，越过过厅往后就能在献殿之前看到2棵老树。这些树长得又粗又高，据专家推断，其历史都在1000年以上。下面我们就来到了献殿，这是一座面阔5间的建筑。献殿是放祭品的地方，把墙去掉了，不造墙是为了通风，这样祭品就不容易腐败变质了。从航拍视角可以发现，它和正殿贴得非常近，其屋顶为悬山顶，正殿的屋顶则是歇山顶。献殿的屋脊用了琉璃装饰，这个不稀奇，稀奇的是屋脊前还有2个琉璃神将被摆在了屋顶的瓦片上边，这在平时可是不多见的。现在走进去看进身，资料说它是进身1间，这个说法给的信息太少了，不如说它进身4传。这边的柱子没有一根是普通柱子，它前半侧的柱子全都是方形的木柱子，上方4传符的尽头上居然画着个老虎头，这个区域的彩绘是明清时期的。后半侧的柱子则都是圆形柱子，每个柱子上边都画着一整条盘旋的龙，这是彩绘版的盘龙柱。而下方的石柱础和刚才的过厅一样，也是复合型的。献殿墙上有一块民国碑，写着阴阳大修太保3将军，现在我都确定不了这说的是谁。有资料说这是李存孝，但是我不太敢信。李存孝不是3太保，而是13太保，这明显对不上。而对面那块大碑则是1998年的功德碑。现在我们准备转向正殿，这是一座面阔3间的大房子，它的歇山顶上边有琉璃方胜，因为它距离献殿太近了，所以地面视角是很难看到的。正殿是一座宋代建筑，断代依据是附近的新修二仙庙记，这是一块北宋政和年间的碑，就这么水灵灵放外边了。附近还有一块小的二仙庙记，年代是北宋大观元年，2块北宋碑啊，各位实在是太珍贵了。它窗棂上的花样都有好几种，可以说是非常精巧。正殿的西侧有一个小小的垛殿，其铺座虽然结构简单，但非常硕大，也像是早期建筑的风格。虽然查不到资料佐证，但我猜测它不会晚于元代。门口石柱子上还刻着对联，不过已经模糊了，只能辨认出义节桃园、中福汉室这些字来。虽然西垛殿没有开门，那咱们也能猜出来，这必然是关帝殿，里边供奉的是关公和关平、周仓。然后我扒着窗户缝看了看，发现确实是如此。造像比较新，但还是挺传神的。现在我们去东侧垛殿，发现这边的石柱础还是挺精巧的，上边有很多瑞兽浮雕，明间的2根石柱子上并没有刻对联。廊下有一块乾隆年间的修路赶水碑，这说的是装修，而不只是这座殿。
干脆直接看窗户缝，然后发现里边供奉的是一个管降雨的老龙王。这时候我们发现刚才还有几组廊屋没有看，廊屋比配殿的等级低，配殿是一座单体建筑，廊屋则是一连排的房子。这边的廊屋大都很新，就不细看了。仅东侧廊屋是清代建筑，这柱子还有字儿，有的刻着宁沃高金报本等字样，有的刻着清康熙年间的重修记录。我还是第一次看到把重修记录直接刻柱子上的，但这一路走过来全都是略说，因为这些都不是重点。现在我们走进殿内，最重要的看点全都在殿内，看的时候小心脚下，左右移动时不要被绊倒。正殿的下半侧是造像区，上半侧则是天宫楼阁区。这边的木作非常精巧，令人叹为观止。我们来分别细看。造像区的这些造像是二仙及其侍女，二仙的原型是晋城当地的两姐妹。虽然继母对他们百般虐待，他们却仍然孝顺继母，最终因孝成仙。这种行为实在是难以理解。因为二仙特别灵验，因此在晋东南地区广受推崇。殿内宋代造像共有16尊，其中的5尊造像是完整的，其余11尊的头都被盗过，如今只剩补塑的头了。我们先看二仙本尊，其左侧为冲慧真人，右侧为冲叔真人。二人头戴凤冠，发型为双环望仙髻，身披云肩，带云纹的就是云肩，外穿广袖长袍，并排坐在主位，颜色以金色为主，这是用胶矾水将金粉固定在了造像的身上，这种工艺就叫做立粉贴金。另外他们的臂膝上边各有一个玉环，它既能充当装饰，也能压住裙摆，使其不会被风吹起来。泥塑也会保留这样的配置。其余的侍女像则比二仙等级低了一些，一般是头戴包髻，手中捧物，或者做出不同动作，其造型生动形象，而且各自不同。两侧龛内的造像则是2个女官，其手持护板，身穿华丽官服，而且动作张力十足，好像是要从龛里走出来一般。最后则是2个宦官造像，其头戴幞头，腰系隔带，一个双手向前做护卫状，另一个则双手作揖做迎客状，造型也是各有差别，颇为生动。这边有一块牌匾，写着迷我采薪，诗经中的采薪之忧是生病的意思，而这一整块匾的字面意思则是请二仙消弭我的病痛之意。至此我们就看完了目之所及的全部造像。下面我们来看楼阁区。所谓的天宫楼阁是人们将自己对极乐世界的想象给落到了现实的作品中，中间带拱桥的区域就是天宫，两侧的2层木楼就是楼阁，合到一起就是天宫楼阁。现在我们来分别看细节。天宫楼阁的中间就是天宫本体，其屋顶为单檐歇山顶，铺座多用斜拱，累计前出5跳。按照宋式做法，5加3等于8，它就是5跳8铺座，是极高的配置。天宫入口的周边用的则是镂空的缠枝连纹，下方则是拱桥区。拱桥区上方铺座前出3跳，中间是一层普通的勾栏，下方的铺座也是前出3跳。侧面楼阁区域的华拱是前出4跳，墙壁上有近似的镂空花雕，下方的勾栏也是镂空的，花纹像是散装的万字纹。其下方为女官所在的杖形龛，其铺座则是前出3跳。最后边二仙所在的那2个小龛，其铺座则是前出5跳，同是5跳8铺座配置。中央高处的牌匾上写着酬恩泽3个字，酬即酬，意为感谢二仙的恩泽。不招圣德牌匾中，布就是布施，招就是显示，这也是用来称颂二仙的恩德。10米有征是最好理解的，就是祈祷不要再有战争，希望天下能和平。无论在什么年代，战争都会带来巨大的破坏。所谓宁为太平犬，莫作乱离人。但在过往的历史中，战争从来就没断绝过，因为得到的人总想得到更多，为此不惜使用暴力。失去的人变得一无所有，所以被迫揭竿而起，以命相搏。一开始大家只是争一争利益，打到最后往往就是不死不休。知道战争的惨烈程度，让所有的人痛定思痛之后，才出现了短暂的和平。直到承平日久，人们忘却了上次战争的惨烈之后，便会开启下一场战争，这便是颠扑不破的历史循环，从过去到现在从未改变。看到这里的朋友，欢迎点赞、收藏、加关注，和徐工一起读成，一起旅行。
眼前这个院子与旁边的高铁距离非常近，我用地图确认后发现两者间仅有32米的距离，这是我所见过的与高铁最近的古建筑。这个院子内的正殿则是一座始建于公元967年的北宋时代建筑，算到今年它已经有了1058年的历史。它就是位于山西省晋城市高平市的南赵庄二仙庙。当初这附近修了高铁之后，很多人都说这把原有的风水都破坏了，其实就是把环境改变了。但我们仍然得感谢高铁，不然的话我们哪有条件深入山西呢？如果往另一个方向看，就能看到很多崭新的高楼大厦。如此算来，这古典与现代之间的距离其实并不遥远。虽然南赵庄二仙庙拥有悠久的历史，但它在山西省却评不上全国文保单位，因为山西的古建筑实在是太多太丰富了。网上的资料说它是省级文保单位，但我在现场只看到一个市级文保单位的牌子，但因其建筑年代久远，所以这里也是我们的重要目的地之一。而本次的同行人则是我多年的老朋友南希了。大家好，我是徐工。大家好，我是南希。这次一定点关注，下次旅行不迷路啊！我目前在这个地方是山西高平的南赵庄二仙庙。对，我们现在正在等文保员开门啊，一会儿我们来好好的逛一逛这儿。我们是10月下旬自驾过去的，其实门前有停车位置，但我们没注意，就停到另一侧了。余下的路需要步行才能抵达。走到近处，发现建筑上的岁月痕迹已经是非常明显了。它门口的红色影壁外侧写着金色的大字招财进宝，内侧写的字则是日进斗金，4字合一。然后我们来看它的正门，目前是被紧紧锁住的，我们自己进肯定是进不去的，需要在现场找电话去联系一下文保员。这边的文保员是一个79岁的老大娘，她已经在这边当了30年的文保员，但她平时不住在这边，为了给我们开门，她是现打车过来的，最后是南希给付的车钱，悄悄给她点个赞。现在大门已经打开了，我们走进去看一看。走进大门之后，发现大门的侧面有一张2002年的功德榜，上面记录了当时的捐款名单，说明在当下这个时代，人们捐款不仅仅是立碑了，而记载捐助记录的方式也在不断发生着变化。将来就算出现了线上功德榜，当然也是合情合理的。如果站在远处看，就能看到正门的背面是一个面阔3间的2层戏台，这个结构是完全开放的。院子的正中间有一棵粗大的国槐，它拥有1600年的历史。如此算来，这棵树所经历的岁月无疑要比这院子中最古老的那座建筑还多了好几百年。此外，院子里还摆着2个小龛，其屋顶均为4角攒尖顶，外面则被涂成了砖红色。2个小龛的内部各自供奉不同的神灵，但我就认出了一位是财神，另一位就没认出来。现在我们走进院里，先从东侧的配殿看起来。这是一座面阔7间的大房子，里边有好几个殿。第一个殿是关圣殿，殿内供奉的是关公、关平和周仓。因为关公忠诚且勇敢，所以信奉他的人还是很多的。屋顶梁架上的金龙彩绘看起来是崭新的，这大概率是2002年整修后的成果。第二个殿是眼光殿，殿内供奉的则是眼光娘娘，据说这是泰山神灵，也就是碧霞元君的化身之一，她专门负责给民众治疗眼睛的疾病。第三个是痢疾殿，这种病现在已经不多见了，但在古代这是一种能要人命的毛病，所以自然便衍生了对应的神灵，也就是痢疾娘娘。殿内梁架上的彩绘则是绿色打底，上面画的是仙鹤。现在我们走向另一侧的配殿，第一个是广生殿，按照中文的意思，广生是多生孩子的意思，这里边供奉的就是保佑民众生育的神灵。每个神的手里都抱着一个孩子，以前这边肯定是香火旺盛，因为人们都愿意生孩子，至于以后如何，就交给时间来验证了。其梁架的彩绘则是蓝色打底的金色凤凰图。下一个殿是三王殿，按道理来说，殿内供奉的神灵一般为牛王、马王和药王。牛可耕田，有祈祷丰收的寓意；马在边关鏖战，有天下太平的寓意。药王不用说了，有消除灾病的寓意。但我不理解的是，有一位身上有个龙字，但不知这是什么意思？难道换成管理降雨的龙王了？看完全部配殿之后，我们准备奔向正殿。远处能看到它的大牌子上写着真则大殿4个字，其几叉上覆盖有黄绿2色琉璃瓦，转角铺座构造与其他铺座略有不同，但造型也很规矩。廊下还挂着很多红灯笼，猜测是在上个春节挂上的。脚下石柱处的2
侧皆有兽头装饰，而建筑本体的石柱础居然是方形的，而且上边还有浮雕。此外，建筑的前边还有几块碑，其中包括一块清嘉庆年间的重修碑，还有一块2007年的重修碑，侧面还放着一块元代的重修碑。仔细看，建筑始建年代的记载就在这块碑上，也就是北宋乾德5年。折合成公元纪年，则是公元967年，所以这座正殿恰好就是1058岁。走进正殿之后，我们抬头看梁架，最下方的这根四船符，明显和其他木头用的不是同一种材料，这应该是21世纪初修缮时所换上的新木料。给古建筑定朝代时，一般都是按照梁架的年代而定，所以其他的木料大概率是宋代的老物件。正殿的山面还有少许的松树壁画，在中国的文化中，松树意味着对长寿的祝愿，而殿内供奉的神灵则是此处的二仙塑像。根据当地的传说记载，二仙是晋朝时期住在灵川的当地人，也是异母所生的同胞姐妹。后来亲母亡故，继母对这对年幼的姐妹百般虐待，但他们却对继母百依百顺，无比孝顺，最终感动上天，成为了仙人。就这种价值观我完全不能理解，但传说就是这个样子的。而且二仙信仰也是颇为流行的，主要还是因为灵验，如果哪个神灵不好好工作，那中国人绝不会认可他们。所以晋城这边也有很多大大小小的二仙庙。我们这次到晋东南，前后一共看了3处，未来我会慢慢的更新出来。仔细看正殿内部的两侧还有2个小小的花轿，推测是当地办活动时用来给二仙乘坐的。至此，我们就看完了这座小小的南赵庄二仙庙，也多亏了文保元老奶奶在这30年间的辛勤守护，所以南赵庄这座北宋的古老建筑才能在过往的几十年中被完好的保存下来。虽然我们没能见到它最初的样子，但我们见到了它1058岁的样貌，这当然也是一种机缘。至于它未来如何，就让时间去验证吧。看到这里的朋友，欢迎订阅加小铃铛，和徐公一起读城，一起旅行。